你别过来，快走！我不走，你没事。快走！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快走！我来帮你动气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怎奈情深缘尽，终将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由快活。你回来了。范贵君，是你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，欢颜如莲，悲苦如己，浓尽碧枯，淡遮履身。妹妹，颜淡。这是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之内，就会像刚才那样飞走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聪明如你，下棋若是死局，那便要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旁人。这世间的种种痛楚，我都尝试过，剜心、违心，了无桥下死神之痛，烈火灼灼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相忘，绝不回头。演员。颜淡，方才是我神志不清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
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圣德，唐昭，竟然没死！我命不该绝，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仙衣尽碎，我便能得到帝君的仙灵。你们不是难舍难分吗？那不如一同去死吧。银灯，天界凡间，你就这般不依不饶吗？你竟恢复了记忆，哼，甚好。那我便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元旦，看到帝君根本不记得你，你的心痛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你只有半颗心了。那应该没有我的痛吧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番模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清醒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不如大家一同化为烈火，共成灰烬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我能灵力暴涨，多亏你们花精全族。你的族人虽灵力不高，但妖缘纯净，人数众多，最适合化为己用。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周围人永不得安生。你真是犯了！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不做，
步不错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。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。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仁不妖、灰飞烟灭的下场。今人作父，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，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。原来戏折子里说的情不知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。颜淡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
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，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。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林渊，从前我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跪侍在你座下，即使卑微至此，你又何曾多看我一眼？从今往后，绝不再对你卑躬屈膝。哎，人呢？他没有喝入院酒，昨夜之人是他所化。你说这柳文阳真够奇怪的，他既然有未完成的心愿感到痛苦，为什么有了如愿酒又不喝呢？我们不该信他，他定是隐藏了部分真相，而且他只想利用我们拿到楚墨。他的那番话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怕是和魔族真的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昭圣帝君的神器。我们三个呢，乃是天界的上仙，此次微服出巡，你快快把仙旨拿出来，莫再推三阻四了。不过都说这四大神器在大战中陨落了，不知是怎么到了三位的手中啊？帝尊怎么可能让帝君之物遗留在凡间呢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没有声张，你不知道也属正常。之前是小仙有眼无珠，这个限制就在其中，参位尽情翻阅。上仙议事，你且回避。对了，帮我们沏壶好茶过来，走吧。小仙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演得很厉害？看看。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
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微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微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三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。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您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。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话本，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先祖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硕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。只会让仙族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仙族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尽仙族，一统6界。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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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陶子期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。听闻仙魔之战后，所有的魔族战犯皆被打入生死场，而且永不得出夜望川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。这魔族战败之后，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何人求找名利？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灵力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攻锋？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数仙力，待着以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、殷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吃吧。这么丰盛，干嘛？担心我们明天去找柳微阳会九死一生啊？颜淡，若柳微阳真是邪神的话，他偷走楚墨，定是想以此凝聚魔族昔日兵马的魂魄，再次向天界发难。我跟唐周商量过了，此行异常的凶险，所以你留下等消息吧。唉，我就说你俩下午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上来将我撇下呀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3人当中呢，就属你灵力最弱了。这要是打起来，你就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跟班了，我现在每日都潜心的修行，我连火术都会了，我灵力更胜从前了，真的。好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当然了。颜淡，邪神有上神之力，我和于墨都未必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前去阻止他，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所以还是得需要你去帮忙，上报给天界。如果战事重启的话，3界很有可能会生灵涂炭。这果然就是个诀别业，可我就是个莲花精，我哪上得了天呢？那个土地公是神仙啊，你们把这活交给他，让他去通风报信就好了。颜淡，我好歹浑身是宝，如果你们受伤了，我可以救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要患难与共，
如果你们不带我也行，你们现在说不认我这个朋友就可以。喂，颜淡，依你便是。这就对了嘛。今天咱们多吃点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来，我把我的花童泪都给你了，你也来点儿。他醒来后，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，又要骂人了。只要他能安全一世，怎样都好。叶忘川曾困了你800年，我不会再让你回那儿受苦。颜淡，你也太胡闹了！我就知道你们2个会狼狈为奸丢下我，我可聪明着呢，想丢下我没那么容易。拯救苍生这种载入史册的好事怎么能丢下我呢？兄弟们，一起吧！竟然用我的法器算计我，奸诈！切，我只对小人奸诈。阴阳关外的恶灵一旦发现生气，便会主动攻击闯门者。在这个时候，切记要屏住呼吸，否则就会被他们发现。于墨，你放心吧，咱们2个都不是凡人，那些恶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。反倒是你，唐周，你这个旱鸭子，你小心点吧你。谁是旱鸭子？你。我。哎，于墨。进去的时候，我直接收服了恶灵。不可，这些恶灵虽然阻挡了我们，但是也阻挡了想要逃出叶忘川的妖邪们，所以不可尽数除去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。小心！哎，别呼吸，别住啊！别动，别住了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告诉让你别呼吸了，别住啊！别动！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案，了却红尘。唐周的法环竟因为我而动。雨墨，快点来帮我们呀！尸骨山应该就在前面了。
之前土地公说过，曾经有一位帝君为了救一位仙子，劈山而过，这山重新聚合以后，便留下了一道寸灰不染的裂痕。我估计就是这个了吧。都说天上的神仙不能动情念，没想到这位帝君却做了如此浪漫之举。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啊。天条律法严苛，只不过是个悲情的故事罢了，不晓得也没有关系。现如今救人要紧，赶快上山吧。走吧。我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你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来得如此之快。既然你们来到此处，想必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。你真的是邪神玄香吗？我多希望自己不是。离开魔像之后，我的邪神之力已经觉醒。但我却不想再重拾往日的枷锁。有的人生而为仙，而有的人则生而为魔。族人敬我为魔族首领，但从未有人问过我是否愿意。那你为何要盗走楚魔？我盗他来此，并非想复活千军万马重振魔族，只是为了召回一个女子的魂魄。难道是陶子气？你杀了他的性命，又想复活他，难道你想以他的性命来要挟天界不成？我怎么可能杀他？他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作邪神，而只是把我当作玄香的人。魔界的人看见你亲手杀了他，你不用再说谎了。那是硕华用傀儡术假扮我所为。傀儡术？嘴巴可以骗人，但是记忆却无法遮掩。我因家族传袭登上此位，又因生性淡泊无心征战，而逐渐被族中长老加工。我以为自己的无为而治能带给族人和平，最终却纵容了长老们的勃勃野心。魔族一度陷入混战，长老们各自为政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穷兵黩武。你为什么要打你族领袖的神像？邪神乃是你族的领袖，他的神像万万不可亵渎。我恨他，爹爹被他带走打仗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昨日哥哥也被带走了，阿娘病重，哥哥担心阿娘，偷偷跑回来看他，却被当成逃兵抓走。逃兵是要被杀掉的，我不想哥哥死。撕毁邪神神像，乃是重罪。若你也被抓走了，你阿娘岂不是更加伤心难过？姑娘，胆子不小啊！你是谁？为何认得我？你乃仙界中人，为何要出手维护邪神的事项？
我并非维护邪神，而是怜悯至同。亵渎魔族领袖乃是重罪，我不想他因一时冲动而获罪受罚。他是魔童，你是仙子，都说正邪势不两立，你却来救他的哥哥。六界众生平等，从无贵贱之分，善恶也皆由教化而生，至此何辜？乱世万民皆苦，我能渡一人，便渡一人。你如此说，让我这个魔族中人当真惭愧。你能来此处救人，也是义事，切莫妄自菲薄。救人要紧。仙界使臣奔临我魔界，怎么悄无声息地跑到我这里来救人？莫不是仙界已经按捺不住性子，要跟我魔族一战了？硕华长老，此行乃我私事，与仙界无关。因缘际会，我识得这位犯错的小兵，不知硕华长老可否卖我一个人情，让我将人带走？你一人口说无凭，我手下的这些兵将们，可都把你挑衅我魔族之举看在眼中了。如此说来，今日之事是无法善了了。你们快走！我做邪神万年，从未被一个女子保护过。她想度困苦众生，我便想帮她完成心愿。不管我怎么替你求情，帝尊都不肯相信，魔族毫无反省，仙界已经在备战了。我夹在中间，日日感觉自己行于烈火之上。玄香，倘若你没有骗我，便向仙族证明；倘若你不过是利用我的身份欺瞒仙界，我亦不怪你。此生能够遇到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子期，我从未骗过你。只要我还是邪神一天，便绝不会让邪魔开战，让你陷入两难。倘若你不是邪神就好了，我亦不做什么上仙。我们在茫茫六界寻安静一隅，
万事纷扰，皆不入我们的家门，那该多好！若世间再无邪神，若魔像再无力量，无论朔华如何做大，这仗也打不起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万魔之眼乃魔族之源，邪神生便不可离身。倘若强行取出，不仅魔力会散去大半，还会因反噬之力，7日之内如同凡人一般。只有低阶的术法可以施展。没有了完整的万魔之眼，便无人可以催动魔象之力。子期，明日我便拿着这条项链，去向九重天求亲。先是陶子期，你可愿嫁给魔族玄香为妻？从此仙魔联姻，再无硝烟。我们明艳是仙兽中最为忠贞之鸟，一生只爱一人。若生不能同亲，死必同果。千年万年，永志不渝。子期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子期，真的是要谢谢那个魅惑人心的陶子期呀！若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拿到万魔之眼？哼！你把他怎么了？堂堂天选邪神，心中却只有小情小爱，真是可悲呀！魔族若让你继续统治下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如今，万魔之力皆在我手。我便是下一任邪神，仙族又有何惧？邪神这个位子，你若要便拿去。但你若敢伤害陶子期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只要殿下你乖乖地待在这儿，等我屠光了仙族，统一了6界，我自然会放殿下和那小仙子远走天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从此，我便被朔华软禁于邪神殿中。他以傀儡术假扮成我，开启了仙魔之战。数月后，我等到的是魔族大败的消息。长生帝君以楚墨镇压魔象，魔界的大部分疆土都被夷为平地。我一心寻找子期，九死一生之后被族人救出。在我失去记忆之前，却得知子期在阵前被击击，他至死都不知道杀他的人不是我。他死前一定是彻骨的伤心，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我虽然辜负了魔族众生，但我
却从未负他。原来众仙口中负心薄幸故事的真相竟是如此，真是可歌可泣。虽然你的故事合情合理，但你之前多次欺瞒，你的记忆是真是假，无法判断。这个结果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以楚墨复活生灵，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做到，所以我早就设下了同生共死的法阵。刚刚你们读取我记忆之时，法阵已经开启，助我们一同离开；阻我们同归于尽。你疯了吧你！枉我选择相信你这版故事。我真的只是想救回我的心爱之人，用此卑鄙手段，实属无奈。我倒是觉得，可以再信他一次。他若说的是假话，助力之人即刻停手，他便什么也得不到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可以成全他的一片痴情，魔族也会就此沉沦不复，永失其主。行吧，那我双手赞成。仙宗死亡时，若仙灵并未散尽，便可用楚墨重聚魂魄，重塑肉身，开启重生之阵。需结阵之人献出一魂一魄，灵祭楚墨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2位法术高超之人，以灵力相助，暂缓结阵之人失魂落魄之缺。不行啊！我在书上曾经看过，3魂7魄乃是真身本源，若是强行断舍的话，宛如剔骨剜肉般痛苦。若是灵力不稳，性命都会没有了。若我复活之人不是陶子期，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。到时候我失去魂魄，要杀要剐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好，我们可以去试一试。但若你说谎的话，我会立马毁了这个尸骨山。所以你最好不要骗人，否则我言出必践。可这尸骨山高不见顶的，茫茫白骨如海，你怎么找他的魂魄？子期一直佩戴着一只紫焰簪，那是天庭赐予他的恩赏。紫焰簪集至坚至美之物锻造而成，永不消散。子期十分珍视此簪，常常拿在手中把玩。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此簪，便一定能重聚他的3魂7魄。快把我放开吧，不然这样你伤口会越来越重的。无妨。若你心中没有我，怎会多次舍身相救？找到了！洞会交彻，复应王行，招无为有，逆章回灵。
事吧？子期，玄香，玄香，子期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1000年前，在阵前杀你的不是我。我知道，即便那个人化作你的模样，可我识得你的眼睛。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邪魔大战可还在继续？你又是如何复活我的？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夜望川，我是用楚墨复活的你。邪魔大战结束，已经900多年了，其中的因由，日后我慢慢跟你细说。我已经死了900年了，那邪魔大战结果呢？你放心吧，最后仙界获胜了。虽然我当年没能阻止大战的爆发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过上我们曾经向往的日子了。就算唐州有一位梦中人又如何？往日已逝，当下才是最可贵的。情由心生，有心便避无可避，不如面对。啊，对了，子期，多亏了他们3位，我才能将你复活。多谢3位的救命之恩。不必客气，都是柳微阳的执着，才换回了你。虽说历尽磨难，好在终成眷属，恭喜你们！恭喜啊，桃姐姐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吧？我叫严淡。你们的故事比我看过的任何画本都要感动，我可不可以将你们的故事写进我的画本里啊？若是有一日能够演出的话，一定非常的精彩，名扬四海。哦，当然了。贵宾席我一定会给你们2位留的，到时候一定要记得来看啊！子期，
子期虽然恢复了人身，但是魂魄困在尸骨山太久，阴气过重。一会儿我便要带他离开，你们也不可再次久留。桃姐姐脸上长了我也长过的青斑，或许我失去记忆前也来过这儿。这果然是个小妖怪，到了哪里都不安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大半夜的来这儿，能安什么好心啊？这明明是你自己好奇想出来的，怎么，现在又不高兴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看到这儿，就觉得心里怪怪的，而且总是不受控制似的。之前来到岸边，看到好多人提着灯渡川，我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也是，我觉得特别的熟悉。这个地方我之前在魔像中见过，当时我一个人，手里拎着灯，在那儿渡川水，又冷又热，灯里的火不停地往我身上窜。你说，会不会就在此处，我们失去了记忆？这果然有玄机。我知道了，怪不得渡川的人会提着它，这是明火。谁被这么一烧，哪敢不忘记过去的事情呢？若是我的话，我估计我一天就给忘了。没骨气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，哪怕烈火焚身，也不会忘记的。所以，你才念念不忘你的梦中人吗？我看你要不然拿着这个灯去川中走一走，没准儿不仅能够想起之前的梦中人，还能够知道你是如何辜负人家的。你就那么想让我记起过去啊？你是不敢面对过去，还是不愿面对过去？难不成你以前真的有辜负过一个女子？燕丹，你也是没有回忆的人。若你不在乎过去，我也不在乎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青春。你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而我不过是一个顽劣的莲花精，干嘛总对我这么好？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。可是之前你的法环动了，我想知道，它是因为我而动的吗？泪在唇香燃尽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酿成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深雨滴，不
别过来！快走！我不走，你没事。快走！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快走！我来帮你动气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怎奈情深缘浅，终将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由快活。你回来了。范贵君，是你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欢颜如莲，悲苦如己，浓尽碧枯，淡遮履身。妹妹，颜淡。这是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之内，就会像刚才那样飞走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聪明如你，下棋若是死局，那便要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旁人。这世间的种种痛楚，我都尝试过，剜心为刑，了无桥下死神之痛，灵火灼中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相忘，绝不回头。演员，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这一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人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。颜淡，方才是我神志不清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才开人厮守。
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尚德，唐昭，竟然没死！我命不该绝，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仙衣尽碎，我便能得到帝君的仙灵。你们不是难舍难分吗？那不如一同去死吧。银灯，天界凡间，你就这般不依不饶吗？你竟恢复了记忆，哼，甚好。那我便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元旦，看到帝君根本不记得你，你的心痛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你只有半颗心了。那应该没有我的痛吧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番模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清醒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不如大家一同化为烈火，共成灰烬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我能灵力暴涨，多亏你们花精全族。你的族人虽灵力不高，但妖元纯净，人数众多，最适合化为己用。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周为人永不得安生。你真是犯了！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步走，
步不做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，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。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仁不妖、灰飞烟灭的下场。请人作父，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溢的仙力，但是他仙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第4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3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邪神之力都无法修复，你要拿什么去救？如果不是我拉着他去川上划船，他也不至于会如此。我自己惹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。放心吧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药，我一定能有办法的。况且，这凌霄派未来掌门人的人情，我要定了。我们2个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唤我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给我做个宵夜。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们一起吃。走吧。颜淡，若有事随时唤我。为何到最后，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颜淡，
你为了救我，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，可有受伤？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燕南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燕南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这东西竟然从天上跟到了凡间，真是因缘际会，命运难避啊！林青，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，趁热吃了吧。不用了，雨墨，我方才救唐周的时候有点太累了，我想早点睡了。你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你已经面无血色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？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好吗？真的没事儿，我只是薅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等唐周好了以后，我得好好使唤他，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。好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子期，你脸上的青斑都已经消除了，看来尸骨山的阴气已除，但是你的魂魄刚刚归体，有些不稳定，需要调理些时日。来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药汤。轩香，我请你帮我打听之事，可有回音了？仙魔大战中，34个仙族灭族，明焰族
没有幸免。我的族人可有入神观里，荣耀下葬？明夜诅咒了埋伏，尸骨无存。对不起。这只紫烟簪是我刚升仙阶时，我的恩师嫉妒星君还清赐予我。他说此簪坚硬无比，代表着天界对我的信任和我对天界的责任。即便我当初选择了你，可我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仙族。你没有。是我将自己的失误亲自递到了朔华手上，是我的自私，成为了仙魔大战的始作俑者。轩香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子期，生死都可以跨越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开始呢？不，我们中间隔着的从来都不是生死，而是枉死仙族成千上万的性命。轩香，让我走吧。子期，就算你要走，也等你身体好点了再说，好吗？上一次我能够忘记，这一次我一定能。我们当真有缘，没想到又遇见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可好？过得挺好啊。那你如何又来到了此地啊？还不是你这忘川水的效果实在太差了。明明已经顺利渡川，忘记了前尘，这如今又都想起来了。我独守夜忘川万年，
每个渡船者于我而言都是过客，唯有你，伴了我800年。我在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。有些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所有的记忆又重活了一次。你既然可以放下我，我也一定可以放下你。即使忘不掉，我也要断情绝爱。严大，莫要太伤心了，姻缘帝君并非无情，他也是没办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爱他了。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谢谢你，乙藏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
沉香燃明灭，情屑散长空。前尘终肠断，相思早随风。眼淡复得情根，回首往昔，不愿再现情沼。再次缠绕的命运，是失而复得，还是得而复失？世人道，沉香如屑，再难回头。可有人甘愿化为烈火，只因余温未尽。如今唐州仙体破裂，命在旦夕，众人为寻最后一件神器，再踏征程。帝君归位，指日可待。应渊终将解开身世血脉之谜，揭开潜藏袭击者的真面目，破解仙魔大战疑云。故事未到尽头，待沉香重燃，再与君约。本以为陶姑娘离开你会心情不佳，没想到你倒挺想得开啊。离她伤好离开还有段日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她留下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教你的仙法可学会了？以西书，3大神器已嵌入我体内，猎魂之症已好转了许多。神器嵌体，以后哪怕是我也没办法偷走了，除非是你爱上了哪个姑娘，自个儿掏出来送人。不过那也算是装美事了。唐昭，若不是你拿到楚墨，我也不会与子期重逢。我们是朋友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都说在其位，则谋其政。你身为上神，又是魔族之首，却为了一人而舍万民，那你可有过自责吗？我当然自责。身为邪神，魔界被夷为平地，魔族人被杀被赶之时，我何尝不心痛愧疚？可我给不了族人想要的，而我想要的唯有自己。可你和陶姑娘身份悬殊，如今这魔族仙族万千条性命又横在你们中间，你们牺牲了那么多，难道不怕事与愿违吗？1000年前，我与他皆从未惧怕过，因为我们觉得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那么旁人的责难与眼光都不算什么。可如今，他因为自责，不敢面对我们这段感情，想要逃避。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。既然决定放弃责任，选择心中所爱，就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不然的话，就都辜负了。唐昭，若是现在严旦有性命之忧，你愿舍身相救吗？我会。你看，你连命都可以不要，那么喜欢你这3个字，就这么难说出口吗？我是捉妖师，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，须得断情绝爱。况且，人妖殊途，或许是殊途同归呢。无论身处何界，身为何族，有心便有情。你身为凡人，应该知道凡人的一生非常短暂。有花直须折，莫待空折枝。唐周，他曾劝你忘却前尘，珍惜眼下。可是何为前尘呢？就是有一日，你遇见了一个人，眼前的一切都黯淡无光。不要再犹豫了，不然的话，你肯定要追悔莫及。
你在等我？嗯。你要同我说的这句话，与颜淡有关吧？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柳未央与陶姑娘的感情，令人触动。我也不想再逃避了。无论颜淡如何看我，我都会告诉她我的心意。可是你是凌霄派的继承人，就算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但是你同门的师兄弟，他们会同意吗？我知道，你也喜欢颜淡，你们相处得更久。可是颜淡是妖的身份，如果他的身份被别人发现了，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而这个后果，你可能承担。我希望你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，前提是，你不许伤害颜淡。你放心，师门恩怨，我定会妥善处理。我绝对不会让颜淡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在你历难结束之后，你要返回天界做你的上仙，而颜淡怎么办？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都会保护好的。别看颜淡平日嘻嘻哈哈的，看起来无忧无虑，但实际上他最是爱恨分明。他若只把你当朋友，你对他的情愫只会让他更加难过。他若拒绝，那你们两个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这事你都有想过吗？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我绝不会干涉你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我兄弟，如果你伤害颜淡，我绝不会饶你。谢谢你对颜淡的呵护。玉梦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颜淡因唐州受一点点伤害。颜淡，因为怕失去你，我一直不敢说的话，有人要先对你说了。其实我也是自私的，我想凭此看一看，我在你心中真的只是主公和靠山吗？做一粒多少发黄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年月过了，情丝沉入至今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期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。颜淡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的掌门人了。过往数十年，我都在为师门的道义而活。可现在，
我只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一路走过来，你多次救我于危难当中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挺烦人的。但是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曾有过诸多误解偏见，但如今我的寤寐思服，辗转反侧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此身，此心，已许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。以前不悔，日后亦是永绝。应渊，你永远都不会放下责任的。那你梦中的那个人怎么办？你难道不找他了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梦境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要珍惜眼前的你。回头接幻境，对面知是谁？我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。可我不愿留下遗憾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。你做什么？这不是龙王给你的幻翼珠吗？碎珠为证，过往种种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定，月有期许。我愿将过去的一切，化成这漫天繁星，送给你。这么多啊！结星星，又是结星星。当日的流星，不过是满天星幻化的障眼法，而今日，只是夜明珠的粉末碎片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成真不了。可我的心是真的。可你这颗真心我不想要了。你不要再白费力气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我之间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
镇妖链与掌门法环相互感应，近日镇妖链频繁震动，唐师兄他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？你说要借我家的魔象地火一用，原来就是用来烤鸡呀！魔火烤鸡，3界只此一家，颜代一定喜欢。唐州表白失败，你看起来很开心吗？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此事我早已经料到了。我也提醒过他，若是跟颜淡表白遭到了拒绝，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颜淡那么难过，我又怎么会开心呢？我作为他的主公，他是我的连亲，我只能烤只鸡，哄他开心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也要烤一只，给我家子气尝尝。刘洋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：福双因一个法术，把自己变成了老人，这个法术就是传说中的傀儡术，对吗？正是。那是只有魔族的人能习得此术吗？习得此术之后，想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吗？傀儡术和别的法术不太一样，任何人都可以习之，但是此术乃是我魔族顶级秘术，除了我，只有几位长老们会使用。那此法术与凡人的易容术有何区别？以傀儡术变身，无论面容、身形还是声音、气味，都一模一样。除了同会傀儡术的人，旁人根本无法破解。那昔日仙魔大战，你有没有觉得其中有何隐情？朔华虽然有邪神之力，但是4帝君同时出战，怎么可能伤得如此惨烈？哪怕是我亲征，也毫无胜算。最终是先族获胜，但是从人员折损上来看，更像是2败俱伤。可如果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那坐收渔翁之利的人又是何人呢？冥界被夷为平地，妖族被迫与人族同居一界，魔界几近消亡，仙界与天界合并后，也元气大伤。这么一看，无人获利啊！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但愿如此吧。元代，这身打扮怎么样？啊，那个，我不会下棋，我知你艺术超群，你可否教我？我以后不会再下棋了。那个，以前你最讨厌这个不离所了，今日我教你此术。若你不开心了，便可以用它来教训我。唐周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还有，我非常讨厌你这身衣服。若以后你再敢穿着它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见一次烧一次。柳阳，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那个颜淡，你别误会。这个衣服是柳微阳选的。哎，颜淡，颜淡，我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并非一时兴起。这只橙花簪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你手里。
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沉香早已燃尽，就算有缘，我们终究还是无分。就算真的是我一厢情愿，你也要毁了他们？难道你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心动吗？颜丹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不可能永远是唐周，他早晚会变回那个冷酷无情的帝君应渊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，执迷于遗忘。没有。明日我便会离开神霄宫，还请你将这不离镯解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可我不想让你离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解开吧。寸步不离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一生我下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别还休几时都不够。情人微袖烟火岸上留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再开人厮守。多谢。叶檀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，只做朋友，可好？20。你怎么会下不离所的禁制？因为我和柳维阳一样，已经找回了记忆。记忆里有不离所，难道你的过去与我丢失的记忆有关？没有，我曾经也在天界待过，但那个时候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士。你我之间从来毫无关系。如今你有法环的禁锢，
来日你有天条的禁锢。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此次下凡，只是来历练，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我不愿意做神仙，我只想留在这里。900年前，夜望川边，我一直都在等这句话，而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你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你现在是凡人唐周，等到有一日你变回了帝君，你便不会这样选择。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轻易许诺。我的帝君回忆是如何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身为帝君时，若遇见你，也必定会爱上你。即便你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会选择和你在一起。原来，唐周根本不是火德，他竟然就是应元帝君。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打打闹闹下去，日久天长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，你还是宿命般的遇见了他，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菜来了，慢用。我知道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憋着，也不用忍着，想哭就哭吧。说起来，我还真的挺倒霉的。这一次，竟又爱上了同一个人。圣德之所以想杀我，现在我也知道了，他竟然是银灯。
但是我也挺庆幸，还好我没有变成他那般执念跟疯魔。放心吧，虽然我现在已经全都记起来了，可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颜淡了。对于我而言，情爱已经不是我人生中的全部了。有句话我必须要说：前尘过往，误会良多。其实，在你第2次上天刑台的时候，应渊已经让火德元帅准备了免责天书，就算你到了天刑台，你也不会受火刑的。他从未想过伤害你。其实我无法原谅的，并不是他送我去天刑台，而是他亲手抹去了我们的记忆，让我忘记了过去。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否怪我隐瞒了你的过去？正是因为你的隐瞒，这些年来我在耶兰山才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啊。于墨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原来你就是那条差点被我砸死的小黑鱼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来到凡界才失去一只龙角的？不是，是因为敖轩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才离开的九重天。龙角也是因他而断。遇到紫菱那日，我正在被他追杀，不信你去问紫菱。当初我还是余身时，你也并没有砸到我呀。在那个时候，正值我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，命悬一线，所以看起来奄奄一息。是你显出真身相护，才让我顺利化出了人身。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否则，我怎么可能找你当靠山，让你随意给我起名字呢？没想到当初还有这番因缘际会。其实恢复记忆也挺好的。我知道陆明升了官，还真是给我们仙氏长了脸。还有姐姐，迎灯落得如此下场，定是姐姐的手笔。如今，我知道姐姐心中还有我，便是已经很好了。现如今，芷溪已经升了仙阶，做了妙法阁的掌事。如果你想见他，我可以找陆明安排。不必了，别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了。颜淡，既然你恢复记忆了，我就不能再占你的便宜了。那从此以后，我继续做你的跟班，可好？这是你送给我的印记，你凭什么抹去呢？于墨，我现在既已恢复记忆了，我没有办法继续上演主公年轻的戏码。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如何还清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亏欠？你是我靠山，我是你跟班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们曾说过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救七族，一诺千金。
我怎么可能抛下你不管？可正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才不能再连累你了。云墨，也许现在对我来说，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能再占用你的人生了。严丹，这是你签的卖身契，期限未到，不可毁约。对不起。我去意已决，明日以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来，今夜让我们不醉不归。